道德經揭示了人生3條不可觸犯的規律，聽完絕對讓你醍醐灌頂，終身受益。但凡做到其中1條，你未來極有可能迎來翻天覆地的正向轉變。若3條都能踐行，恭喜你，子孫後代都將受你深遠影響，人生旅途一路坦途。為何這麼說？請用心看完，尤其是最後1條。第1條，脾氣不能大於本事。6歲孩子發脾氣叫可愛，12歲發脾氣是不懂事，18歲發脾氣是幼稚，30歲發脾氣是無能，40歲發脾氣是無才，50歲發脾氣是無德，60歲發脾氣是無助。脾氣人人都有，發洩出來是本能，能壓下去才是本事。老話說得好，弱者易怒如虎，強者平靜如水。本事不大的人，往往脾氣越大。當你不夠強大時，發飆不過是個笑話。道德經有云：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一個人若連自己的情緒都管理不好，即便給他整個世界，早晚也會親手毀掉一切。若不能成為自己心態的主人，便只能淪為情緒的奴隸。道德經又言：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記住，強者控制脾氣，弱者被脾氣控制。沒有能力收拾殘局，就千萬別放縱自己的脾氣。第2條，財富和地位不能大於德行。東方智慧告訴我們，你賺到的每一分錢都與你的德行、付出、汗水和能力保持平衡。為何很多老闆辦公室都掛着厚德載物？這4個字對想發財的人至關重要。老祖宗說，當財富和地位超出你的品德與能力，就會陰陽失衡，此時必定有一方會減損。打個比方，你若像一艘船，多大的船就能承載多少重量。金錢、權力、名氣屬外在之陽，品德、德行、能力屬內在之陰，一陰一陽謂之道，陰陽平衡方能長久。當金錢和權力遠超品德與能力，出現陽大於陰的情況，陰陽運動規律終將趨向平衡。要麼提升德行能力去適配，要麼捐款捐物，多做公益來減陽。道德經警示：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你維護好品德的陰，即便什麼都不做，天道也會為你鋪路。所以道德經講：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特別提醒，若你掙的快錢超過德行，德未提升而錢留存，損失的就不是德，而是你的善良。這便是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此時錢沒了反是好事，破財才能免災。只有德行美好的人，才能真正駕馭財富。記住，千金之人必有千金之德，不義之財終究留不住。第3條，慾望不能大於道德。道德經講：禍莫大於不知足。用現代話說，災禍大多源於貪得無厭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欲壑難填鬼見愁。當一個人的慾望遠超自身能力，人生注定充滿悲劇。道德經點明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。每個人都有極限，吃多少飯，做多少事都得量力而行，千萬別為了虛榮打腫臉充胖子，盲目攀比。當慾望超出實際能力，人生注定是悲劇。貪得無厭最是危險。很多時候我們想得多，做得少。面對利益時，不少人會露出真面目。但你要記住，該拿的拿，該捨的捨，該要的要，該放的放。有些事能做，有些事絕不能做。對待他人，無論其善惡，我們都要行善處事，做好自己。別活在別人的眼光裡，要活在自己的分寸中。道德經指引我們：善者無善之，不善者無亦善之。德善，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這正是道德經的真諦。知足常足矣，
古人常說，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險不及矣。其實說的就是這3條規律，它們既是人災禍的根源，更是人生成功的關鍵。所以請記住，人的脾氣、財富、地位、慾望，都必須與本事、德行、能力、認知相匹配，否則必定反噬。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太過珍貴偉大，我們每個人都該好好領悟。你是否認同這人生3條鐵律？若認同，點個小星星，在評論區打上越來越好。願你和家人吉星高照，好運如影隨形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